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很多人到京都的岚山旅游，会乘坐岚山电铁。这段路面电车在京都的街道上已经行驶超过100年了，车厢里尽是岁月的痕迹。缓缓前行的铁轨运行声，是拼凑京都复古气氛的最佳背景音。但是岚电连接的景点不只有岚山，本线和北野线合计11公里的路线上，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神社与寺院。有经典建筑的世界遗产天龙寺、仁和寺、龙安寺，也有秘境般的幽静庭园、等慈院、鹿王院、妙心寺，还有超级灵验的人气景点北野天满宫。沿着轨道，甚至可以安排到2天以上的行程。现在就一起去这些景点看看吧。岚电的岚山站是整条路线的最终站，也可以当作是前往市区的起始站。岚山绝对是京都旅游的热门景区，众多古迹寺院加上特色的美食餐厅，一天根本就逛不完。但如果是第一次来岚山，那一定不能错过世界遗产的天龙寺。天龙寺是京都五山之首，是足利尊氏为了供奉后醍醐天皇而建的寺院。1339年创建的时候，因为缺乏资金，而恢复与中国元朝断绝的贸易关系。天龙寺最大的看点是草原池庭园，这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为特别名胜的庭园。庭园采用借景的手法，设计上讲究视觉的层次感和空间的变化，任何角度都能欣赏到不同的美景。前景的白沙与水池，中景多色的植栽，背景则是秀丽的岚山，画面层次分明，构图精巧和谐。天龙寺享有这一区最高的知名度，常年参观人潮络绎不绝，比较难在这里静静地欣赏庭园。但是作为感受日式文化的起点，这里的古迹与庭园能奠定美学鉴赏的基础，为接下来的岚电行程设立一个欣赏的标准。天龙寺附近有一家100年古迹改造的古民宅咖啡 Espresso 的岚山庭园。逛完天龙寺后，可以在这里享受一顿由五感交织而成的极致盛宴。古朴的庭园与老宅，耀眼的阳光与红叶，
醇香的咖啡与轻食，从视觉到味觉，开启一段难忘的旅程。从蓝山往市区的方向乘坐2站，就会到鹿王院站。平时的鹿王院是人少的清幽寺院，但是到了红叶季，会吸引一些懂行的摄影师前来捕捉高品质的红叶美景。从山门向内看，有条深不见底的红叶小径。长达300公尺的石头参道，两侧交夹红黄绿渐成点缀的枫叶。鹿王院的正式名称是觉雄山大福田宝幢禅寺，是一座临济宗寺院，由足利义满于1379年创立。坐在原侧看向平町市枯山水庭园里的舍利殿，这里是视觉的焦点，也是庭园中最好的欣赏角度。借景蓝山的庭园是京都指定风景名胜，庭园中以三藏石、坐禅石为中心进行布局，300多年树林的古木更是散发着不可撼动的威严。石头、枫树和古迹建筑的层次感，感觉像是欣赏一幅水墨画。有木瓦屋顶和禅宗风格的舍利殿，里面有一座镀金铜塔，供奉佛牙舍利。从舍利殿换个角度欣赏庭园和客店，风景变了，却同样能感受到禅意。单层3墙木瓦建筑的客店，是1890年重建的建筑。客店的后方有个名为戒室的茶室，戒是谦逊词，有微不足道的意涵。古建筑、石灯笼、海绿丛、白细沙、青苔与枫红的交相映衬，古迹与自然的相互融合，这里是历史与美景交织出的禅意。鹿王院靠近蓝山，却没有蓝山的拥挤人潮，幽静的氛围能更好地沉浸在枫红庭园的美景中，享受心灵的平静。鹿王院有提供女性限定的素方体验，一碗附早餐5000元。如果有人体验过，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蓝电坐到太晴广隆寺站，下车后就能看到一个醒目的寺庙山门，这里就是广隆寺。而蓝电行驶在古老山门前的视角，也是代表京都复古气氛的经典画面之一。
穿过山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漫长的参道和一片古老的绿荫。左手边的药师堂供奉灵验药师，虽然没有开放，仍难掩那股神圣的祥和感。参道右手边是12世纪建造，作为僧侣诵经用途的讲堂，也是被指定的重要文化财。讲堂供奉了一座国宝阿弥陀如来坐像，还有许多其他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雕像。广隆是建于7世纪的前半叶，山号风冈山，是迁都平安京以前就存在的京都最古老寺院。太子殿是广隆寺的正殿，建于1730年，主像为圣德太子像，但平时没有开放入内参观。灵宝馆收藏许多古老的佛教画像和文学作品，最有名的是保留中国唐代风格的弥勒菩萨像，也是日本第一个被指定的国宝。广隆市古迹建筑不少，看似无序，却是在一定的比例下规划的结果，才能营造出这种自然安详的平和感受。每年10月会在这里举办京都3大奇迹之一的牛祭，是为了祈求五谷丰收所举办的祭典。广隆市内没什么人潮，幽静的空间加上经典的文物，好像能让浮躁的心情安定下来，慢慢品味古都的优雅气质。往市区的方向再坐一站，会到禅之社站。这里有股神秘的气氛，外面艳阳高照，但是一进入鸟居的范围，好像有股结界会隔绝外面的声音与光线，马上进入静音模式。禅之社的正式名称是木鸠座天照御魂神社，在西元701年的文字记载中就出现过这座神社的名字，可见这里是座丰厚历史的古社。会有禅之社的别称，是因为院内有一座供奉着禅的养禅神社。另外，平安时代的文献也记载了这里是祈雨之神的供奉地。不过，现在过来参拜的游客，可能没有养禅或是祈雨的需求，而是为了一个非常稀有的景象而来。正殿西侧有个罕见的3柱鸟居。特色是由3个鸟居组合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围绕中间具有凌厉的石块。
目前鸟居被栅栏包围，无法近距离欣赏，只能远远的祈祷。鸟居中间的石柱象征宇宙的中心，也是灵力的来源。我在这里参拜的时候，有种矛盾的感受，虽然被绿荫环绕，但却无法放松，反而有股面对神圣的谦卑。这大概就是能量景点带来的神秘力量吧。往车站的方向走，能拍到穿过鸟居的蓝电。渐强的车流声是重回现实世界的背景音。从蓝山出发的蓝电列车，都是直达4条大宫的蓝山本线。如果要去仁和寺，就要在为止之时这一站换搭蓝电北野线。蓝电坐到玉市仁和寺站，下车再走8分钟，就会到仁和寺。仁和寺建于888年，由宇多天皇建立。由于成员多具有皇室身份，所以又有御室御所的名称。仁和寺的范围很大，分成御殿建筑群和佛寺建筑群2大区。皇室庭园这一区的建筑具有古代宫殿的风格，除了书院内部的豪华装饰，雅致的庭园景色也不能错过。二王门、中门到金堂有一条参道连接，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延伸到各个古迹建筑。金堂是仁和寺的正殿，是现存最古老紫宸殿，体现当时的官殿建筑风格。里面供奉阿弥陀三尊像和4大天王像。玉隐堂和观音堂内也保存许多佛像，建筑外观也有很多值得欣赏的细节。五重塔高36公尺，春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拍摄被樱花包围的五重塔。是仁和寺的经典画面。五重塔建于1644年，塔身和东市的五重塔风格一样，都是上下层大小一致的设计。走在仁和寺里，像是走进时光隧道。近距离欣赏皇室的风雅，见证历史的痕迹。坐蓝电北野线在妙心寺站下车，再走5分钟
就会到妙心寺的北总门。妙心寺的面积很大，境内有46间分寺子院，但常年开放的子院只有3-4间。离北总门比较近的贵春院是国家史迹名胜，建于1558年。贵春院有4个庭园，由江户时代的造庭师小觉远州的弟子玉渊坊所创建。顺着参访的动线，4个庭园象征修行者从进化到开悟的阶段。位在走道一旁的清净之庭，是个范围很小的枯山水庭园，可以从白沙的流动感和一旁的水流声，净化自己的心灵。刹之亭的室外有个小竹门，铺满苔藓的绿色地毯，简单的色调却有丰富的意境。可以在这里打坐，在宁静中舒缓心灵。思维之庭的地面上散落16罗汉石，中央的基石好比坐禅石，就像是进入冥想的仙境一样。方丈的正前方是最大的真如之庭，远侧挂着风铃，清脆声响激起内心无限的灵感。贵春院不大，无人打扰的环境让人非常放松。参观庭园的过程中，不自觉的就完成了开悟的旅程。另一间常年开放的子院是退藏院，建于1404年，同样有令人惊艳的庭园值得欣赏。宫本武藏曾在本堂休养，旁边的圆形庭园是一个由瀑布、乌龟小岛和石桥组合而成的枯山水庭园。里面还有展示日本最古老的水墨画漂年图，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国宝发呆。走进余香院，这是一座磁旋回游式庭园，由造庭师中根金作设计，被誉为昭和时代最美的庭园之一。这里的水琴窟非常有名，我也是在这里对这种装置开始着迷的。水滴落入罐中而发出的清脆声响，是一种让人平静的疗愈音效。
妙心寺常年开放的寺院不多，但每个都值得细细欣赏、慢慢品味。加上妙心寺法堂的云龙图和重要文化遗产的大库里，在这里花上一整个下午，感受禅意的无限魅力。蓝电北野线坐到龙安寺站，下车再走10分钟，就会到另一个世界遗产龙安寺。建于1450年的龙安寺，最有名的就是用15颗石头打造的枯山水庭园。枯山水里的岩石和细沙看似不会动，但随着光影、天气以及背景的树叶，总有不同的感受。没有变化，却又带来千万种感受，这大概就是禅意的最高境界吧。有2种欣赏石庭的方式，一种就是静静地坐在这里，感受石块堆砌与白沙流动带来的灵感启发；另一种就是在原侧来回走动，寻找能一次看到15颗石头的角度。不过，应该没有任何一个角度可以一次看到15颗石头，总会有被遮挡的时候。造庭师大概是想要通过缺憾的感受，让人顿悟完美的时刻吧。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都来过这里，亲身感受枯山水石庭的禅意启发。看似简单的石块排列庭园，却是精妙计算与细心排列的结果。龙安寺绝对是蓝电沿线上最具有禅意启发的景点。从蓝电北野线的等池院站往北边走10分钟，就会到等池院。等池院算是蓝电路线上知名度比较低的寺院，但却因为观光人潮少、幽静的环境加上高品质的庭园，被我列入京都最喜欢的寺院之一。等池院建于1341年，是足利尊氏为了纪念天龙寺创始人梦川国师而建。虽然经历过应仁之乱而毁坏，但经过丰臣秀赖重建后，成为足利将军历代的家事。正殿原本是1616年建于妙心寺的建筑，1812年搬迁到现在的位置。正殿的南庭园是一个枯山水庭园，
大片的白沙象征大海，与青苔和树木构成的陆地形成流动与静止之间的对比。我最喜欢在无人的空间里欣赏枯山水庭园，少了人声的干扰，能放任想象力尽情奔跑在庭园的意境里。莲光殿里供奉立运地藏，并安置了历代主力将军的雕像。走到正殿后方，这里的芙蓉池庭园才是整个寺院的中心。庭园据说是梦川国师建造的，以莲花为造型进行布局设计，周围种满花草树木。远方的青莲亭，小坡上的植栽和石块，近景的水池和石桥，层次分明的造景融合成祥和的画面。也可以坐在书院的原侧欣赏庭园，换个视角，静静地欣赏四季在此的足迹。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半夏生，秋天的枫叶，还有冬天的山茶花。庭园随季节更迭而变换景色，像是一幅永远看不腻的风景画。还可以走进庭园里，从境内高点青莲亭俯瞰庭园全景。走到心智池的角落，与庭园合而为一，感受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和谐。几乎是独享的庭园，在这里待上一个下午，感受日式古典的静谧与悠闲。蓝电北野线的最终站是北野白梅町站，走路7分钟就会到人气景点北野天满宫。这里人气高的原因，是因为祭祀的主神是菅原道真，他是日本的学问之神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学生来祈求考试顺利和学业成功。这里是全国12000个天满宫的总社，地位非常高。境内有非常多腐牛，摸着它就能变聪明，并带来好运。花手水也很精致。参访的时候是10月底。还会配合万圣节而换上应景的南瓜。刚好遇到祭典前的准备工作，灯笼排列成夹着参道的2道墙，既神圣却又同时让人感觉很兴奋。可有太阳和月亮，虽然少了星星，却能称为3光门。
是重要文化财。拜殿的后方是本宫，由10间殿连接，形成一个大而优雅的屋顶。而这8间串联的古老建筑，是桃山时期极具历史价值的建筑，也是国家宝藏。玉本殿后方有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，这里挂满了学子祈求顺利的绘马。由于人气太旺，所以绘马多到连走路的空间都没了。境内还有很多小的神社，在这里走上一圈，一定能感受日本古老的文化气息。一旁的枫叶园是秋季限定的景点，而境内冬天的梅花也是经典画面，加上每个月25日的天神节，丰富的体验让这里整年都保持热闹的景象。北野天满宫大门对面，有一家开业超过300年的点心素饼所泽屋。北野3名物之一的素饼是小米做成的麻薯，如果时间够，一定要来试试看。在古民家风格的环境中享用素饼，甜而不腻的经典口味，与天满宫的悠久历史相互呼应，成为北野一带的经典体验。游览京都的交通工具有很多种，如果跳脱方便快速的功能取向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岚山电铁了。沉稳而优雅的前行，厚重而规律的运行声，串联每个启迪灵感的古迹，早已超越交通工具的角色，成为京都街头增添古意的风景。下次来京都，也来试试岚电沿途一日游吧。挑选喜欢的寺院景点，下车走走，享受古都独有的慢时光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体验京都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用不同的方式游览这座迷人的城市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